历史有时候就悬在一个人的唇齿之间。如果说《三国演义》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史诗画卷，那么这幅画的真正起笔，或许并非黄巾起义的漫天烽火，亦非桃园结义的灼灼桃花。真正让汉帝国这栋江青的大厦彻底崩塌的，是王允的一个决定，他拒绝赦免董卓的凉州旧部。然后就是贾诩那低沉而致命的一句话。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场景，惶惶不可终日的凉州兵将，如丧家之犬般准备四散逃命，而一个叫贾诩的文士站在他们中间，用冷静到可怕的逻辑告诉他们，逃则必死，反可能活。就是这句话让李傕、郭汜这群残兵败将反攻长安。顷刻间帝都沦陷，天子蒙尘，王允被杀，刚刚燃起的汉室复兴之火被一脚踩灭。从此天下彻底分崩离析，诸侯割据，正是拉开了我们熟知的那个三国的序幕。贾诩轻轻拨动了一下命运的齿轮，神州大地便陷入了长达1个世纪的战火与血海。这是怎样的一种宿命感？一个人，一句话，一个念头，竟成了历史的拐点。今夜我们把贾诩看作历史偶然与必然的化身，去看一看时代是如何被一颗大脑的微小电流所改变的。公元147年，贾诩出生于武威姑臧。武威，汉武帝彰显大汉军威的地方，但在东汉末年，这里是帝国最荒凉、最动荡的流血之境。中原的士大夫们在洛阳的宅邸里清谈儒学，品评人物时，凉州的天空下永远充斥着羌人与氐人的战马嘶鸣，以及汉军边防士卒的刀剑碰撞声。在这样的土地上长大，仁义道德是奢侈品，如何活到第二天的太阳升起，才是每一个人从骨子里就需要参透的必修课。早年的贾诩就像戈壁滩上一块灰暗的石头，毫不起眼。当时的名士们看重的是家世、风度与道德文章，贾诩身上什么都没有。他静静地待在角落里，不张扬，不抱怨。直到有一天，一位名叫严中的凉州名士偶然间与他交谈，才在一片死寂中察觉到了这年轻人的异样。严中断言，这个貌不惊人的年轻人拥有张良、陈平那样的奇才。奇才意味着他不走寻常路，意味着他的智慧不受礼法与常规的束缚。但在和平年代，这种才能往往无用武之地，甚至会引来猜忌。很快，一次生死的考验彻底唤醒了贾诩体内那头蛰伏的孤狼。那是在他初入仕途不久，贾诩因病辞官，结伴向家乡武威返回。队伍行进在荒凉的陇西大地上，毫无征兆的，他们撞进了一支氐人叛军的包围圈。在那个年代，落入异族叛军手中，结局通常只有一个，被就地屠戮，或者沦为苦役。同行的人早已吓得双腿发软，哀嚎求饶。冰冷的刀锋已经架在了脖子上，死亡的阴影笼罩了每一个人。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贾诩做出了他人生中第一次心理博弈。他没有哭喊，没有求饶，而是挺直了腰板，对着那些杀气腾腾的叛军首领，平静地说了一句话：我是段公的外孙，你们如果杀了我，我家一定会重金悬赏，将你们赶尽杀绝。但你们如果把我放了，厚待我，我家一定会给你们丰厚的赏赐。他口中的段公是当时威震西陲的太尉段炯。段炯是凉州一带所有异族闻风丧胆的杀神，死在他刀下的叛军不计其数。贾诩根本不是段炯的外孙，但在那一刻，他精准地捕捉到了叛军首领内心深处最隐秘的东西——恐惧。叛军确实杀人不眨眼，但他们更害怕招惹到一个能够调动大汉正规军对他们进行毁灭性打击的恐怖存在。贾诩用一个完美的谎言
捏住了对方的死穴。结果如他所料，叛军首领立刻放下了屠刀，不仅没有伤害他，反而像对待贵宾一样招待他，最后派人将他恭恭敬敬地送走。而那些与他同行的数十人，在失去利用价值后，全部惨死在荒野之中。走在生还的路上，听着身后渐行渐远的惨叫，贾诩的心里在想什么，后人无法揣测。但我们可以确信，那一天，那个原本可能还有一丝温良恭俭让的汉家子弟彻底死去了。活下来的是一个绝对的实用主义者。他回到姑臧，谋了一份寻常的文职，一待就是近20年。这20年里，天下从来没有真正太平过。朝堂上党锢之祸反复掀起，无数名士身陷囹圄，只因几句轻易就身首异处。凉州的羌乱平了又起，郡县的城墙修了又塌，今天还是炊烟袅袅的村落，明天就可能变成一片焦土。他看着一批批满怀理想的将士从凉州出发，去往洛阳追寻功名，要么卷进党争死在狱中，要么在返乡路上殒命于乱兵刀下。他也看着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地方长官，平日里标榜名节，叛军一到就率先弃城而逃，转头把罪责推给手底下的小吏。圣贤书里的道理他早就烂熟于心，可眼前的现实却一遍遍把那些道理碾得粉碎。不是他天生凉薄，是这世道从来没有给过温良之人活路。玉滴人的那场生死劫是给他敲了一记警钟，而这20年亲眼所见的浮沉与幻灭，才真正把求生至上4个字一点点刻进了他的骨血里。他不再对朝堂抱有期待，也不再对道义抱有幻想，只信自己的判断，只守自己的性命，冷眼旁观着这天下一步步滑向更深的深渊。带着这种冷酷的觉悟，贾诩被卷入了时代的洪流。公元189年，董卓率领凉州军阀进京，大汉朝政彻底失控。贾诩也顺势进入了权力的中心地带，成为董卓女婿牛辅麾下的一名幕僚。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洛阳城大火滔天，公卿大臣如同猪羊般被肆意屠宰。贾诩冷眼旁观着这一切，他不劝阻，不附和，只是安静地待在自己的位置上，像一道影子。他太清楚凉州军阀的残暴与短视，也太明白中原士族的虚伪与软弱。他什么都不说，因为此时的局势任何发生都可能引火烧身。直到公元192年的初夏，那场改变一切的巨变降临。董卓在长安被吕布刺杀，尸体被点成了天灯。王允掌控了朝政，这位自诩清流的文臣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拒绝了凉州将士的请降，扬言要将董卓的残党斩尽杀绝。消息传到凉州军的大营，牛辅在惊恐中被部下杀害。剩下的校尉李傕、郭汜等人彻底崩溃了。大势已去，他们决定解散军队，各自逃回凉州老家，听天由命。一旦他们真的散去，汉室或许就能在废墟中艰难地重新建立起秩序，王允或许能成为匡扶社稷的功臣，三国的历史也许根本不会发生。但就在这个时候，一直默默无闻的贾诩走到了人群中央。他看着那些曾经不可一世，如今却如惊弓之鸟的军阀们，声音平稳的没有一丝波澜。他没有讲家国大义，也没有谈为主报仇，他只是陈述了一个冰冷的客观事实：长安城里正在商议要把所有的凉州人杀光。你们现在如果丢下军队，单枪匹马的逃跑，随便一个小小的地方亭长就能把你们捆起来送去领赏。恐惧，又是恐惧。贾诩再次使用了这把他在荒野中磨砺出来的尖刀，他轻而易举地刺穿了李傕、郭汜心中最后的一丝侥幸。看着众人惨白的脸色，贾诩抛出了那个致命的解决方案：与其等死，
不如把大家重新聚拢起来，向西挺进，攻打长安，打着为董公报仇的旗号。如果侥幸赢了，我们就可以挟持天子，号令天下；如果打输了，再逃跑也来得及。这不是什么深谋远虑的战略规划，这纯粹是走投无路时的困兽之斗。但对于一群濒临绝境的暴徒来说，这就是唯一的救命稻草。生存的本能瞬间压倒了一切理智。李傕、郭汜的眼中重新燃起了嗜血的光芒。散去的士卒被重新集结，沿途的兵马不断加入，十几万凉州大军如同遮天蔽日的沙尘暴，向着长安席卷而去。没有人在乎沿途百姓的死活，没有人在乎天子的尊严，他们只是想要活下去，用别人的死来换自己活。城墙倒塌，大门被撞开，王允身首异处。年幼的汉献帝在血泊中瑟瑟发抖，眼睁睁地看着大汉王朝最后的一点威严被乱军的铁蹄践踏成泥。站在城外的风中，看着陷入烈火与哀嚎的帝都，贾诩沉默不语。他只是为了在这场清算中保全自己的性命，却不经意间亲手推开了地狱的大门。他活下来了，而整个天下的秩序也随着长安城的陷落彻底崩塌。天子沦为军阀掌中之物，朝廷的号令在南塔处关中颁布，各地的州牧郡守彻底挣脱了中央的束缚，以邻为壑，互相攻伐。不久之后，曹操的父亲曹嵩在避乱途中被徐州牧陶谦的部将截杀，新仇旧怨叠加之下，曹操亲率大军东征徐州，所过之处多有屠戮，泗水为之不流。这并非某一个人的罪孽，而是失控的乱世里，所有人都被卷入了复仇与暴力的循环。贾诩的一句话踹倒了帝国最后一根摇摇欲坠的梁柱，而此后蔓延全国的战火是整座大厦崩塌后溅起的无数碎片。长安城的冲天火光映照着李傕、郭汜狂热扭曲的面庞，却未能在这个点火者的眼中激起一丝波澜。公元192年的秋天，大汉帝国的心脏彻底沦为了群魔乱舞的屠宰场。十几万凉州兵马如同绝望中反扑的饿狼，撕碎了王允脆弱的防线，也撕碎了汉室最后一张体面的面具。他们冲入宫殿，抢夺财富，在街巷间肆无忌惮地宣泄着暴力。作为这场惊天逆转的首功之臣，贾诩理应成为这场血腥狂欢的座上宾。李傕大手一挥，要在未央宫的废墟上封他为侯，加官进爵。然而在这个所有人都被突如其来的权力冲昏头脑的时刻，贾诩却做出了一个反直觉的决定，他拒绝了。他平静地推辞了侯爵之位，也拒绝了尚书仆射的高官，最终只接受了一个负责具体事务的尚书职位。这不是中国传统士大夫那种三辞三让的政治作秀，更不是在矫情的博取清明，这是一场冷静到残酷的风险评估。贾诩站在这群因为掠夺而狂笑的同乡中间，眼神如同看待一堆即将燃烧殆尽的枯木。他清楚，李傕、郭汜这群人根本不具备统治天下的能力，他们是一群只知道破坏、不懂得建设的暴徒，他们的脑子里只有烧杀抢掠的丛林法则。当一辆失控的战车正加速冲向悬崖时，最愚蠢的做法就是抢夺驾驶位，或者在车顶上挥舞旗帜。贾诩把自己悄悄往阴影里挪了挪，他要在这个名为朝廷、实为修罗场的地方，为自己打造一件护身的隐形衣。他不掌兵权，不争高位，只用一个文官的身份冷眼旁观。昔日的纵火者悄然变成了废墟上的缝补者。在李傕、郭汜把持朝政的3年时间里，长安城宛如人间炼狱。军阀之间动辄因为分赃不均而拔剑相向，公卿百官如同待宰的羔羊，每天都在恐惧中颤抖。
在这个血腥的绞肉机里，贾诩成了一个极其微妙的缓冲带。他利用自己作为凉州军救命恩人的特殊身份，在剑拔弩张的军阀间无声的周旋。当李傕暴怒，准备对某些试图反抗的汉臣大开杀戒时，贾诩会不露痕迹地出现在他身边。他从不讲什么仁义道德，因为那对嗜血的野兽毫无用处。他只会用最现实的利害关系去瓦解对方的杀意。他告诉李傕，杀了这些人，不仅得不到好处，反而会逼迫天下其他诸侯找到讨伐长安的完美借口。李傕虽然残暴，但对这个曾经救过自己命的大脑，依然抱有一丝本能的敬畏。许多鲜活的生命就这样在贾诩轻描淡写的几句话中得以保全。甚至连年幼的汉献帝也常常依靠这位凉州谋士的暗中斡旋，才得以在军阀的刀光剑影中苟延残喘。有一年关中大旱，长安城内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状。天子身边的官员饿得面如菜色，而李傕等人的营帐里却堆满了腐烂的肉食。贾诩悄悄动用自己的职权，将有限的粮食调拨给宫廷，维持着那个虚弱帝国最后的一线生机。后世的儒家学者在翻阅这段历史时，常常试图从这些行为中为贾诩拼凑出一丝心怀汉室的忠臣底色。他们希望相信，这个放出恶魔的毒士内心深处终究还是有一块属于大汉的柔软之地。而另一些人则尖锐地反驳，这根本无关道德觉醒，只是一种极度冷血的高级自我保全术。他敏锐地察觉到失控的暴力必遭反噬，所以才给这群暴徒加上一道微弱的安全阀，好给自己在天下士林的心中提前留下一条退路。但也许真正的贾诩恰恰站在这两种极端的中间。人性从来不是一台非黑即白的精密仪器。不可否认，贾诩的斡旋里包含着极强的政治计算与风险控制。但我们同样无法断言，当这个自幼熟读诗书的汉家子弟站在烈火焚烧的长安城头，看着自己为了一己求生而亲手推向深渊的人间炼狱时，他的内心真的能像铁石一样毫无波澜。在他的潜意识里，或许也藏着一丝连他自己都不愿承认的挣扎。在那一碗碗暗中调拨的粮食里，在那一次次替同僚挡下的屠刀下，除了冷静的止损，是否也夹杂着对时代悲剧的微弱悲悯，甚至是一种隐秘的赎罪心理？这就是贾诩最复杂也最立体的真实侧写。他在生存的绝境中抛弃了所有的底线，又在权力的废墟上试图用残存的理智缝补一丝人性的体面。他一半是算尽天下的修罗，一半是在乱世泥沼中挣扎求存，良知未曾彻底泯灭的凡人。公元195年，悬崖边缘的战车终于彻底崩盘。李傕与郭汜撕破了脸皮，在长安城内展开了长达数月的血腥巷战。曾经繁华的帝都变成了巨大的斗兽场，宫殿被无差别的焚毁，街道上堆满了腐烂的尸体。天子被当作人质，在两股乱军之间被抢来抢去，尊严被彻底踩碎。看着这群为了眼前残羹冷炙互相撕咬、毫无底线的同乡，贾诩眼底最后一丝耐心也消磨殆尽。他明白，这艘破船已经无可救药，再待下去，自己迟早会和他们一起沉入水底。当汉献帝在百官的拼死护卫下，趁乱逃出长安，踏上东归那条充满血泪的逃亡之路时，贾诩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没有追随天子去博取护驾的首功，也没有留下来继续辅佐李傕。他交还了所有的印绶，辞去了所有的官职，没有丝毫留恋，没有片刻犹豫。他将自己亲手推上权力巅峰的这群军阀，像丢弃沾满鲜血的抹布一样抛下，孑然一身地走出了长安城的废墟。离开长安后，贾诩向东前行，来到了华阴。
这里驻扎着另一位凉州将领段威。段威与贾诩是同乡，听闻这位曾经一语乱天下的顶尖谋士到来，段威表现出了极高的礼遇，府邸、美酒、仆役，一切待遇都按最高规格安排。段威甚至在面对贾诩时，态度恭敬的有些谦卑。这看似是一个完美的避风港，但在短暂的接触后，贾诩却在这看似平静的安逸中闻到了浓烈的血腥味。通过几顿酒席上的察言观色，贾诩那双如同解剖刀般的眼睛瞬间切开了段威虚伪的热情，直抵对方内心最阴暗的角落。他看到的是底层的恐惧与猜忌。段威是一个平庸的军阀，胸无大志，只求自保。他对贾诩的恭敬并非出于真正的招揽，而是出于对未知智慧的恐惧。段威害怕贾诩那深不可测的心机，更害怕贾诩在凉州军中那高不可攀的威望。假以时日，只要贾诩愿意，随时可以在华阴的军营里喧宾夺主，将段威架空。在段威那闪躲的眼神和过于殷勤的笑容里，贾诩读出了杀机。如果不走，死期将至。在这个看似安逸的客房里，贾诩完成了他人生中又一次教科书般的破局。他没有试图向段威表忠心，也没有选择先下手为强，暗杀夺权。他选择了最危险却又最安全的一步棋，主动离开，并将全家老小留在华阴。公元196年，盘踞在南阳的年轻军阀张绣派人秘密招揽贾诩。贾诩欣然应允。当他收拾行装准备孤身启程时，有人无法理解他这近乎送死的行为，疑惑地问：段威对你这么好，你为什么还要走？就算要走，为何要把家人留在这个随时可能翻脸的军阀手里？贾诩留下了一段冷静的剖析。他说道：段威生性多疑，已经开始忌惮我的威望。我如果留下来，无论怎样掩饰，早晚会被他找借口杀掉。但我现在离开，他一定会如释重负，庆幸我这个心腹大患终于走了。更重要的是，他孤立无援，必须指望我在外面帮他结交张绣作为强援。所以他绝对不敢怠慢我的家人，反而会把他们当成维系联盟的筹码，像供奉祖宗一样保护起来。而张绣那边缺乏顶级的谋士，我孤身前去，必然能得到毫无保留的重用。这样一来，我个人的前途和家人的性命就都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全。事实再次印证了他那如同恶魔般的精准算计。贾诩策马离开华阴，孤身前往南阳。段威果然长舒了一口气，转身便将贾诩的家眷厚待起来，派重兵严密保护。在乱世的棋盘上，绝大多数人都是被情绪、贪欲和短视驱使的棋子，而贾诩却硬生生地用毫无温度的理智，将自己逼成了拨弄人心的操盘手。他亲手点燃了长安的大火，又在火势失控将自己吞没前，毫发无伤地抽身退步。他精准地拿捏了暴徒的贪婪、权臣的恐惧、平庸者的猜忌。现在他来到了南阳，站到了年轻气盛的张绣身旁。在这里，他不再是那个躲在阴影里缝缝补补的看客，他即将走到台前，用一局局不可思议的博弈向整个天下展示，当一个人将人性的弱点算计到骨髓里时，会爆发出怎样恐怖的摧毁力。公元197年，此时的张绣正作为荆州刘表抵御北方的战略屏障，驻扎在宛城。中原的霸主曹操将目光投向了这里。大军压境，张绣听从了贾诩的建议，打开城门，兵不血刃地选择归降。这本该是一场皆大欢喜的权力交接。曹操非常满意，设下盛大的晚宴款待张绣及其部将。但在酒酣耳热之际，人性中那份傲慢与贪婪悄然击碎了宛城脆弱的平静。曹操看上了张绣寡居的审慎邹氏，
并强行将其纳入帐中。不仅如此，曹操还暗中用重金拉拢张绣的心腹猛将。对于一个军阀而言，夺人神母是奇耻大辱，收买心腹则是明晃晃的死亡威胁。张绣在恐惧与愤怒中夜不能寐。就在他进退维谷之时，贾诩出现在他的营帐。面对绝望的张绣，贾诩没有长篇大论，也没有道德劝解，他只是冷冷地端详着曹操大营的布防，像一个熟练的外科医生在寻找下刀的缝隙。他为张绣制定了一套违背常理的反杀计划，借口军队调动，将全副武装的士卒以车拉载，大摇大摆地穿过曹操的营地。当曹操还沉浸在温柔乡里，以为一切尽在掌握时，致命的刀锋已经抵到了他的咽喉。那一夜，宛城火光冲天，曹操为他的傲慢付出了这一生最惨痛的代价。长子曹昂战死，侄子曹安民被砍成肉泥，那如铁塔般护卫在营门前的猛将典韦也在乱军中力战而亡。曹操本人甚至被刘史射中，乘着儿子让出的绝营马，才狼狈不堪地逃出死地。这是曹操军事生涯中最黑暗的一页。而导演这一切的贾诩站在宛城的城头，静静看着慌乱撤退的曹军。他不仅摧毁了曹操的肉体防御，更在曹操的心里剜下了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血肉窗口。但贾诩的算计并未止步于此，他把对人性的把控推向了战场指挥的艺术。公元198年，曹操重整旗鼓，再次南下攻打张绣。就在双方陷入僵持时，曹操大军突然拔营撤退。张绣见状，狂喜之下立刻点起兵马准备追击。贾诩拦住了他，只吐出几个字：不能追，追必败。张绣不信邪，带着大军呼啸而去，结果被曹操亲自断后的精锐打得落花流水，狼狈逃回。看着灰头土脸的张绣，贾诩没有嘲笑，反而再次开口：现在可以去追了，追必胜。张绣愣住了。败军之将去追击刚刚得胜的强敌，无异于送死。但他还是咬牙带着残兵再次杀出。这一次，曹军猝不及防，彻底溃败，张绣大获全胜。当张绣满脸不可思议地询问原因时，贾诩给出了一段军事心理剖析：将军虽然擅长用兵，但绝不是曹操的对手。曹军撤退必然是没有发生内乱，而是有别的战略意图。曹操一定会亲自断后，你的追兵再精锐，也打不过曹操亲自指挥的防线，所以我说必败。但他打退了你之后，既然本来就要撤军，肯定会全速前进，留下的只会是普通的将领断后。这个时候你再去追，他们毫无防备，必然溃散。在贾诩眼里，战争从来不是简单的兵力对撞，而是主帅心理素质、撤退动机与骄傲情绪的精密演算。他把曹操的每一个念头都切片放在显微镜下，算得清清楚楚。然而，真正的终极考验在公元199年的那个冬天降临。北方最庞大的两股势力袁绍与曹操即将在官渡展开决定天下归属的生死大决战。作为盘踞在他们身侧的战略砝码，张绣成了双方竞相拉拢的对象。袁绍派来的使者趾高气昂地带来了招降的书信。当时的袁绍坐拥4州之地，带甲10万，如日中天，而曹操困守许都，兵危将寡，随时可能覆灭。更何况张绣刚刚杀了曹操的儿子和爱将，双方有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在所有人看来，这是一道根本不需要思考的选择题。张绣满面春风地准备迎接袁绍的使者，接下那递过来的橄榄枝。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贾诩站了出来。他当着张绣的面指着袁绍使者的鼻子，毫不留情地驳斥：你回去告诉袁本初，
他连自己的亲兄弟都不能相容，还能容得下天下的国事吗？使者被赶走，张绣吓得魂飞魄散，浑身冷汗直冒。他问贾诩，把袁绍得罪死了，现在该怎么办？贾诩转过头，看着惊魂未定的张绣，用一种毫无波澜的语气说，去投降曹操。这句话无异于晴天霹雳。张绣几乎咆哮着质问，袁绍强曹操弱，且我和他有着杀子之仇，去投奔曹操难道不是自寻死路？在这个冰冷的冬夜里，贾诩向张绣，也向整个中国历史展现了他那把解剖人性最锋利的柳叶刀。他竖起3根手指，不疾不徐地给出3个理由。第一，曹操奉天子以令不臣，名正言顺，这是政治上的大义。第二，袁绍太强，曹操太弱。带着这点兵马去投奔袁绍，对方根本看不上，但如果在曹操最危难的时候雪中送炭，他一定会感恩戴德。第三，也是最核心的一点，贾诩停顿了一下，那双幽深的眼睛仿佛直接穿透了中原的夜幕，看到了许都城内那个头痛欲裂却野心勃勃的枭雄。真正有志于夺取天下的人，是绝对不会计较个人私仇的。曹操要向天下人展示他的宽广胸怀，就一定会优待杀了他儿子的仇人。罪孽越深，后代的政治收益就越大。大帐里烛火摇曳，张绣的指节攥得发白，他盯着岸上磨得发旧的地图，胸口起伏不定。宛城夜里的冲天火光，曹昂倒在血泊里的身影，典韦战死前的最后一声怒吼，一幕幕不受控制的在他眼前闪过。他太清楚曹操的狠戾，也太明白杀子之仇是怎样刻进骨血的痕迹。投降曹操等于把自己的头颅亲手递到仇人手里，赌的是对方的胸襟，赌的是自己的价值，更是赌一场九死一生的气运。他沉默了很久，指尖反复摩挲着腰间的剑柄，心里的天平在恐惧与求生之间来回倾斜。他想过南下投奔刘表做个客将，想过西入蜀地避祸求存，可思来想去，那些路要么是寄人篱下终被吞并，要么是路途凶险死无葬身之地。贾诩的话像冰冷的锥子，一点点扎破他所有的侥幸。最终他重重地吐出一口气，闭上眼，缓缓点了点头。他没有别的选择了。在这乱世里，最稳妥的生路往往也是最疯狂的险路。这是一场把所有筹码都推上赌桌的惊天豪赌。赌注是张绣全家老小，宛城数万将士的性命，以及贾诩自己的项上人头。而他压住的底牌，仅仅是对曹操内心深处那份对权力渴望的精准洞察。当张绣忐忑不安地跪在曹操面前时，曹操没有拔出杀人的利剑，而是紧紧拉住张绣的手，大笑着安抚他。随后曹操与张绣结为儿女亲家，封张绣为扬武将军，而那个躲在幕后的操盘手贾诩则被拜为执金吾，封都亭侯。在这个成人的权力场里，没有永恒的仇恨，只有永恒的利益。贾诩褪去了所有的情绪与常人应有的恐惧，像一台冰冷的机器，拨开了人性中最底层的欲望。他算透了袁绍的傲慢与狭隘，更算透了曹操在争霸天下面前的隐忍与格局。宛城的烽火与许都的笑声交织在一起，贾诩用一场完美的心理博弈保全了自身，顺理成章地踏入了三国最高的权力中枢。伴随着官渡之战隆隆的战鼓声，他悄然退入曹营的阴影之中，收起了所有的锋芒，化作了一道沉默的暗影。走进曹操的权力中枢，就像走进了一片危机四伏的原始丛林。这里的每一片树叶下都藏着明争暗斗，每一个眼神交汇都充满着政治博弈。荀彧带着颍川士族的庞大资源，国家展现着天马行空的军事天才，
而在这些人中间，贾诩显得格格不入。他身上背负着沉重的原罪，他是降将，是曾经把大汉王朝推入深渊的祸首，更是亲手策划宛城之战，杀死了曹操长子和爱将的毒士。在那些自诩清流的谋臣眼中，贾诩就像一条带着剧毒的蛇，散发着让人不安的阴冷气息。贾诩清楚自己所处的险境，在曹营的大堂上，他收起了在张绣麾下那种挥斥方遒的张扬，主动褪去了所有的表现欲。他不结交权贵，不逢迎上级，甚至在很多军事会议上，如果曹操不主动发问，他可以如同泥塑木雕一般，整场不发一言。他深知，对于一个背负着主君血海深仇的降将来说，最大的生存法则就是少做少错，多说多错。他将自己化作曹操营帐里的一道影子，用一种近乎自闭的缄默来消解周围人对他的敌意与猜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失去了锋芒，他只是将那把解剖人性的柳叶刀藏进了袖口，等待着最致命的出击时刻。公元200年，官渡之战进入了相持阶段。曹操的军队在黄河岸边与袁绍的10万大军对峙了数月之久，粮草将尽，士气低落，许都内部甚至有许多人暗中给袁绍写信准备倒戈。曹操的内心充满了焦虑与动摇，他在进退之间痛苦挣扎。在这个决定天下归属的十字路口，曹操屏退左右，单独向贾诩问计。面对焦躁的枭雄，贾诩没有长篇大论地分析敌我态势，也没有罗列繁琐的战术推演，他只是直直地看着曹操，用那平稳的如同止水般的声音刺穿了曹操内心的迷雾。他指出，曹操在精明、勇敢、用人、决断4个方面都远远胜过袁绍，之所以半年没能拿下对手，根本原因只有一个：想得太多，顾虑太重，总想着万无一失。在生死搏杀的擂台上，任何对完美的强求都是致命的破绽。贾诩告诉曹操，只要抓住机会，痛下杀手，瞬间就能决出胜负。这几句简短的话，如同劈开混沌的利刃，瞬间斩断了曹操所有的自我怀疑。不久之后，许攸来降，带来袁绍屯粮乌巢的绝密情报。这一次，曹操没有丝毫犹豫，亲自率领精锐连夜奔袭，一把火烧尽了袁绍的粮草，也烧出了三国鼎立前最辉煌的一场胜利。贾诩在官渡之战中的戏份极少，但他那唯一一次开口，却精准地校准了主帅的心智，拨正了胜利的天平。此后的数年里，曹操北征乌桓，平定河北，威震天下。贾诩依然安静地待在他的影子里，冷眼看着曹营众人的起起落落。直到公元208年，那个被战火染红的秋天，曹操的大军南下，不费吹灰之力拿下了荆州。刘表病死，刘琮投降，刘备狼狈逃亡。此时的曹操站在长江岸边，望着对岸富庶的江东，踌躇满志。他想要乘胜追击，顺江而下，一举扫平孙权，完成天下一统的千秋伟业。整个曹营都被这巨大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将领们摩拳擦掌，谋士们纷纷献计。在这个狂热的时刻，一直沉默的贾诩突然开口了。他站出来，迎着曹操炽热的目光，兜头浇下一盆冷水。他直言不讳地指出，现在的首要任务绝对不是打仗。曹军刚刚拿下荆州，根基未稳，百姓人心惶惶。当下最正确的做法是安抚百姓，恢复农业，用荆州的富庶来休养生息。只要在荆州站稳脚跟，展现出仁义和实力，江东的孙权在巨大的心理威慑下自然会屈服，根本不需要动用武力。这是一种充满了政治远见与长线思维的战略规划。贾诩看透了曹军跨江作战的劣势，
更看透了连续征战带来的强弩之末。但在当时那种狂热的氛围下，这番冷静的言论显得如此刺耳。刚刚品尝了巨大胜利果实的曹操，被建立不朽功业的欲望蒙蔽了双眼，无情地驳回了贾诩的建议。随后发生的事情，所有人都知道了。赤壁的冲天大火烧毁了曹操一统天下的梦想，也将曹军的战船化为灰烬。数十万大军在华容道的泥泞中哀嚎溃散。当曹操狼狈地逃回北方时，不知他是否会想起贾诩在江边那句不合时宜的劝阻。而贾诩面对这场本可以避免的惨败，没有任何一句抱怨，他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再次退回了自己那片安全的阴影里，闭口不言。他懂得永远不要在君王狼狈的时候彰显自己的聪明，那是比打败仗更危险的举动。时间悄然滑到了公元211年，西北的狂风再次卷起了漫天黄沙。马超、韩遂率领10万西凉铁骑在关中举起反旗。这是一支比袁绍更凶悍、比张绣更狂野的军队。他们带着凉州人特有的彪悍与野性，在渭水之畔给曹操造成了巨大的麻烦。曹操的大军甚至在渡河时遭遇突袭，狼狈的割须弃袍，才勉强保住性命。面对这群如同铁壁般的西凉联军，曹操一筹莫展，常规的战术根本无法撕裂他们严密的防线。于是曹操再次将目光投向了贾诩。这一次面对故乡的叛军，贾诩没有丝毫的心思手软。他比任何人都了解凉州，那里的人勇猛善战，但也粗鄙贪婪。他们虽然结成联盟，但内心深处永远充满了对彼此的猜忌与提防。对于这样一群缺乏信任基础的军阀，不需要用刀剑去拼杀，只需要用最廉价的墨水去挑拨。贾诩抛出了那个让后人毛骨悚然的4个字：离之而已。接下来的操作堪称中国军事心理战的巅峰。曹操采纳贾诩的计策，在阵前与韩遂交马闲谈，不聊军事，只叙旧情，让远处的马超疑心大起。紧接着最阴毒的一手出现了。曹操给韩遂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无关紧要，但信的表面却故意涂涂抹抹，像是写信人或者收信人为了掩饰什么机密而刻意篡改过一样。这封满是涂抹痕迹的信被有意无意地送到了马超的面前。马超本就是个生性多疑的人，看到这封信，立刻认定韩遂已经暗中与曹操勾结，修改了信件的内容来欺瞒自己。西凉联军内部脆弱的信任链条，就在这几笔微不足道的墨迹中瞬间崩塌。马超与韩遂拔刀相向，联军在自相残杀中分崩离析。曹操趁机大军掩杀，轻松荡平了关中。站在渭水岸边，看着满地西凉兵将的尸体，贾诩依然面无表情。他没有动用一兵一卒，仅仅凭借对凉州人性格缺陷的致命洞察，就瓦解了10万大军。他那把无血的锋刃，比千军万马还要锋利，也更加冰冷。在曹营的这10几年里，他像一个游离于所有人之外的幽灵。他不谈道德，不论忠义，只在权力与欲望的缝隙中精准地拨动人性的琴弦。然而真正的深渊还在前方等待着他。随着曹操日渐衰老，一场比战场更血腥、比兵法更诡谲的风暴正在魏王宫的深处悄然酝酿，等待着这位冷酷的旁观者被迫入局。当渭水之畔的血迹逐渐干涸，天下的版图在刀光剑影中渐渐凝固。时光无情地向前推移，那个曾经横槊赋诗、气吞万里的魏王曹操也无可挽回地老去了。随着君王的衰老，曹魏政权内部的重心悄然从对外征战转移到了中国古代政治最黑暗、最血腥的雷区——夺嫡之争。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曹操最出色的2个儿子之间白热化。一边是才华横溢、七步成诗，深得曹操无尽偏爱的临淄侯曹植；另一边是心思深沉、隐忍内敛，占据长子名分却屡遭冷落的武关中郎将曹丕。满朝文武都被卷入了巨大的撕裂之中。崔琰等刚正不阿的士大夫坚守长幼尊卑，杨修等才华出众的谋士则为了从龙之功，疯狂地在曹操面前抬高曹植。战队成了悬在每个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选对了鸡犬升天，选错了万劫不复。在这样狂热的政治漩涡中，那个最懂算计的贾诩却出人意料的安静。他明白自己那份带着原罪的履历根本经不起这场风暴的撕扯。作为一个曾经杀过曹操长子的降将，贸然插手魏王的家事，无异于将脖子主动套进绞索。他紧紧闭上嘴巴，将自己完全藏匿于朝堂的角落，绝不主动发表任何关于立嗣的言论。然而在这场无孔不入的权力游戏中，没有人能真正置身事外。处于劣势的曹丕在巨大的焦虑中，悄悄将目光投向了这位洞悉人性的老者。曹丕暗中派人，甚至亲自去向贾诩请教自保与夺嫡的秘诀。对于这个烫手的山芋，贾诩无法拒绝，但他给出的答案却平淡得让人难以置信。他看着心急如焚的曹丕，缓缓说道：希望将军能够弘扬道德，培养气度，勤勤恳恳地履行一个臣子和儿子的本分，不要去搞那些花样，这就足够了。没有奇谋，没有诡计，全是最老套的儒家道德说教。曹丕起初或许会失望，但细细品味后，他惊出了一身冷汗，随即对贾诩心悦诚服。这正是贾诩高明之处，他太了解曹操了。曹操是一代枭雄，一生阅人无数，任何在他面前玩弄权术、耍小聪明的举动，都等同于自杀。曹植阵营的杨修等人，正因为太过聪明，太急于表现，反而频频触碰曹操的逆鳞。贾诩交给曹丕的是以拙胜巧的终极防御术，在猜疑链的最顶端，伪装成一个老实本分的儿子，就是对抗一位多疑父亲最好的武器。曹丕听从了这番话，开始在人前人后展现出无懈可击的孝顺与稳重，而局势也渐渐如贾诩所料，向着曹丕倾斜。但真正的决死时刻终究还是到来了。那是一个寻常的日子，曹操平退了左右侍从，大殿内空无一人。年迈的魏王将贾诩单独留了下来，大门缓缓关上，隔绝了外界的一切声音。这空旷的大殿瞬间变成了一个让人窒息的审讯室。曹操看着站在台阶下的贾诩，没有铺垫，没有寒暄，单刀直入地抛出了那个让无数人粉身碎骨的问题：我想立太子，你觉得谁合适？空气在那一瞬间凝固了。这绝对不是虚心求教，而是帝王最致命的试探。曹操那双如鹰隼般的眼睛死死盯住贾诩。如果贾诩说曹丕，曹操会怀疑他是不是已经和曹丕暗中结党；如果贾诩说曹植，曹操又会觉得这个老狐狸在迎合自己的偏爱，包藏祸心。无论怎么回答，只要说出一个具体的名字，贾诩那颗本来就摇摇欲坠的脑袋随时会搬家。大殿里死一般的寂静，贾诩低着头看着眼前的地砖，时间在令人窒息的沉默中被无限拉长。他不说话，一言不发，这是一种将沉默运用到极致的艺术。在君王的雷霆之威前，任何言语的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唯有闭嘴才能切断对方顺藤摸瓜的视线。终于，曹操忍不住了。这种反常的沉默让他感到莫名的烦躁，他提高了音量，语气中带着一丝不悦问道：你为何不回答？这个时候，贾诩才缓缓抬起头。
他的脸上依然没有任何多余的表情，仿佛刚刚从某个久远的回忆中惊醒。他用一种几乎听不出波澜的语气回答：我刚才在想袁本初和刘景升父子啊。话音落下，大殿内再次陷入了寂静，但这一次气氛完全变了。曹操先是愣了一下，随即爆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大笑。这笑声中有恍然大悟的释然，也有对眼前这个老者深深的叹服。贾诩没有提曹丕，也没有提曹植，他只是轻轻念出了2个已经化为尘土的名字：袁绍和刘表。这2个人都曾是曹操一生中最强大的宿敌，也都曾雄踞一方，不可一世。但他们最终都落得个家破人亡、基业毁于一旦的悲惨结局。而导致他们覆灭的最根本原因如出一辙：废长立幼。袁绍喜爱幼子袁尚，导致长子袁谭不服，兄弟阋墙，最终被曹操各个击破。刘表偏爱幼子刘琮，长子刘琦出走，荆州4分5裂，最终便宜了曹操。贾诩没有正面回答立谁为嗣，他只是用最隐晦的方式在曹操的大脑里植入了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里，曹操看到了自己曾经的敌人，看到了那些分崩离析的庞大帝国，更看到了自己内心深处最恐惧的梦魇。他用一生心血打下的曹魏江山，绝不能重蹈袁绍和刘表的覆辙。这短短的一句话，比千军万马的冲杀还要精准，比任何长篇大论的分析还要致命。贾诩顺应了曹操作为君王对帝国稳定的终极渴望，用一记4两拨千斤的太极，将这个必死的杀局化解得无影无踪。公元217年冬，曹操正式下达诏书，立武关中郎将曹丕为魏王世子。长达数年的夺嫡之争，就在贾诩这句看似漫不经心的叹息中画上了句号。贾诩再次证明了他那不可思议的生存智慧。在最危险的政治雷区里，他没有留下任何把柄，没有得罪任何一方，却一锤定音地决定了魏国未来的走向。当曹丕在东宫里长舒一口气时，那个亲手将他推上宝座的老人却早已转过身，重新走回了属于他的那片阴影里。他知道曹操老了，自己也老了。随着新老交替的到来，曾经的恩怨会被重新翻起，权力的洗牌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残酷。为了迎接人生最后的岁月，这位算尽了天下的谋士开始着手为自己编织最后一张，也是最厚重的一张防御网。公元220年，洛阳的钟声沉闷的敲响，宣告了一个绵延400年的旧时代彻底终结。曹操在头痛欲裂中病逝，曹丕迫使汉献帝禅让，大魏帝国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作为夺嫡之争中一锤定音的关键人物，贾诩理所当然地迎来了他政治生涯的顶点。曹丕拜他为太尉，位列3公，权倾朝野。但在中国古代的政治语境里，太尉这个位置往往是一个危险的火山口。他是名义上的天下兵马大元帅，最容易招致君王的猜忌。更何况贾诩的身上贴满了太多让人不安的标签。江东的孙权在檄文里大骂他是倾覆汉室的逆贼，朝堂上的清流名士在背后对他指指点点，而魏国宗室的心里永远横亘着宛城之战中的血海深仇。站在这个万人仰望却又杀机四伏的巅峰，贾诩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春风得意，相反，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却又符合他一贯行事逻辑的举动，他彻底关上了自家的大门。史书上留下了12个字的白描：何门自守，退无私交，男女嫁娶，不结高门。这是一种近乎残忍的自我切割。下了朝，他立刻钻进马车，紧闭府门，谢绝一切访客。他不举办宴席，不参与官员之间的诗文唱和，甚至连儿女到了婚嫁的年龄，
他也严厉禁止与任何皇亲国戚、世家大族联姻，只挑寻常人家结亲。他主动切断了在这个庞大官僚网络中的所有触角，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聋子，一个哑巴，一个毫无党羽的孤家寡人。我们常常把孤独看作一种惩罚，但在晚年的贾诩眼中，绝对的孤独就是绝对的安全。他太清楚权力的游戏规则了。君王不怕你贪财，也不怕你愚蠢，最怕你聪明绝顶，还到处结交权贵。贾诩用这种作茧自缚的方式，向曹丕也向满朝文武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我老了，我没有任何野心，我只求善终。他在喧嚣的洛阳城里，硬生生地将自己活成了一座冰冷的孤岛。但这并不代表他的头脑已经迟钝。公元223年，年轻气盛的曹丕想要建立超越父亲的军功，决定大举伐吴。出征前，曹丕照例来询问这位老太尉的意见。贾诩坐在轮椅上，浑浊的眼睛望着南方的天空，给出了他人生中最后一次战略预判。他直白地告诉曹丕，刘备有雄才，诸葛亮善于治国，孙权识破人心，陆逊用兵如神。蜀汉有险阻，东吴有长江。大魏现在的国力虽然强于他们，但并没有形成压倒性的优势。现在最应该做的是安抚百姓，发展农业，等待时机。如果强行出兵，必然无功而返。这是老成谋国之言，却恰恰刺痛了曹丕急于建功立业的虚荣心。曹丕没有听从，执意发兵，结果在长江边上遭遇大败，江东的防线坚如磐石，魏军只得损兵折将，狼狈撤退。面对君王的惨败，贾诩没有再多说一个字。他知道自己能做的已经全部做完。在这个乱世里，他算计了一辈子，筹谋了一辈子，如今该是他自己谢幕的时候了。同年6月，贾诩在洛阳的宅邸中安然闭上了双眼，享年77岁。那一天的洛阳城或许风平浪静，没有人知道，这个曾用一句话掀起100年血雨腥风的大脑，终于停止了思考。而他死后，关于他的争议才刚刚在历史的长河里沸腾。西晋陈寿修《三国志》将他与荀彧、荀攸并列一传，评说他算无一策，通晓权变，有张良、陈平的风范。在魏晋人的眼里，智谋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身处乱世，能审时度势，保全自身，也成全功业，已经是难得的本事。至于道德上的瑕疵，在人命如路的年月里，总显得不那么沉重。可到了100多年后的南朝，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却毫不客气地批驳了陈寿的编排。他认为贾诩的人品与功绩根本不配与二荀同列。荀彧是心怀汉室的君子，荀攸是品行端放的贤臣，而贾诩先是一句话倾覆长安，让万千生灵涂炭，后又辗转数主，全无忠义之心，把他和2位君子放在一起，是清浊混杂，本末倒置。这2种评价像2条分叉的河流，顺着历史往下流，越流越远。宋明以后，理学兴盛，世人重气节，讲忠义，贾诩的名声便越来越差。读士的名号慢慢盖过了他的本名，人们说起他，总想起那句搅动天下的话，想起长安的血海，想起他一生的反复与凉薄。他成了史书里一个带着贬义的符号，成了聪明却无德的典型。直到1000年之后，又有人从故纸堆里翻出他的生平，赞叹他的清醒，佩服他的隐忍，说他是乱世里最聪明的生存者，是真正懂得自保的智者。褒贬之间从来没有定论，因为他从来不是一个可以用简单标签概括的人。他不是纯粹的恶人，也不是纯粹的智者，不是不忠不义的小人，也不是心怀天下的贤臣。他只是一个活在乱世里的人，一个把求生刻进了骨血里的人。
很多人都曾问过那个问题：如果初平3年的春天，贾诩没有开口说那句话，我们今天熟知的三国还会存在吗？答案其实藏在历史的必然与偶然里。东汉的崩塌从来不是贾诩一个人造成的。从安帝以来的100年羌乱，掏空了帝国的西部边陲，外戚与宦官的轮番倾轧，朽坏了中央的朝堂，土地兼并愈演愈烈，百姓流离失所，太平道的火种在民间悄悄蔓延。到了黄巾起义席卷天下的时候，这栋400年的大厦地基早就烂透了。董卓入京，废立天子，焚烧洛阳，已经把帝国最后的体面撕得粉碎。就算没有贾诩，就算李傕郭汜真的四散逃亡，天下也不会就此太平。乱世已经来了，分裂已经注定，这是时代的大事，不是一个人一句话就能逆转的。可贾诩的那句话却实实在在地改变了历史的走向。如果没有他那番话，凉州军就此溃散，王允便能稳住关中的局面。哪怕他刚愎自用，哪怕他不懂治国，至少汉室还保有长安与关中的地盘，天子还保有最后的权威与尊严。各地的诸侯就算拥兵自重，也不敢轻易撕破脸互相攻伐，至少还要借着朝廷的名义行事。天下或许会陷入另一种分裂，或许会是诸侯林立的混战，或许会有别的权臣崛起，却未必会走到我们熟悉的那一步。正是那句话，让10几万凉州兵回头攻破了长安，让天子彻底沦为军阀手中的玩物，让关中千里变成焦土，让汉室最后一点复兴的火苗被彻底踩灭。从此之后，天子流离失所，朝廷威严扫地，天下彻底失去了共主，诸侯们再也没有了顾忌，开始光明正大的攻城略地，互相兼并。正是因为有了李郭之乱后的天下大乱，曹操才有了迎天子都许昌的机会，才有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资本。正是因为汉室的权威彻底崩塌，刘备才有了打着兴复汉室旗号聚拢人心的空间。正是因为关中残破，中原混战，江东才能在东南一隅慢慢积蓄力量，站稳脚跟。我们熟悉的三国，那个魏蜀吴三足鼎立，英雄辈出的时代，那个被写进小说，搬上戏台，被人讲了一遍又一遍的故事，它的起点或许就悬在贾诩的那一句话上。他不是故意的，他从没想过要做历史的推手，从没想过要开启一个时代。他只是不想死，只是想在乱兵之中保全自己的性命。可历史就是这么荒诞，一个人最朴素的求生欲落在时代的拐点上，就成了撬动天下的力量。后世的人总喜欢站在道德的高地上评判他，骂他一句乱武，斥他一声毒士。可很少有人愿意俯身去看，站在那个春天的军营里，他其实没有太多选择。作为董卓的旧部，作为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士，军队溃散之后，他的命运和那些凉州兵绑在一起。逃就是任人宰割，留就是坐以待毙。他选了第3条路，一条让很多人死去，却让自己活下来的路。这当然是他的罪。长安城里的累累白骨，战乱中流离失所的百姓，那些因他一句话而破碎的家庭，都是他一生都卸不掉的重量。他自己也知道，所以后半生才会那样沉默，那样低调，那样把自己藏在深宅大院里，不声不响。那不全是明哲保身，也是一种无声的背负。他不求谁的原谅，也不替自己辩解，只是安安静静地活着，带着所有的罪孽与重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可如果只看这一件事，便也把它看简单了。他这一生献计无数，却很少有赶尽杀绝的毒计。离间马超、韩遂是用最小的伤亡平定关中，劝张绣降曹是避免了南阳的百姓再遭兵祸，哪怕是官渡定策，
也只是点破胜负的关键，从没有提出过屠城、杀降之类的残忍计策。他的计策永远直指核心，用最省力的方式解决问题，尽量少地制造杀戮。他也不是只会自保的自私之人。李国之乱最凶的时候，是他在中间周旋，保护了献帝，保全了很多朝臣的性命。他身居高位之后，不结党，不营私，不贪财，不好色，一辈子安守本分，没有利用权力为自己谋过什么私利。他凉薄却不残忍，自私却不奸邪。他只是把自己的性命放在了所有事情的最前面。在一个人人都可能朝不保夕的乱世里，这不是什么值得称颂的品格，却也算不上什么十恶不赦的罪过。我们今天回头看贾诩，其实看的不只是一个谋士的一生，更是乱世里一个普通人的生存样本。在那样一个时代里，有人选择了理想，像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有人选择了忠义，像关羽千里走单骑，至死不改初心；有人选择了霸业，像曹操横槊赋诗，想要一统天下；也有人选择了气节，像荀彧宁死也要守住心中的汉臣底线。这些人都成了后世仰望的光。可还有更多的人没有那么崇高的理想，没有那么坚定的信仰，他们只想活下去，只想在兵荒马乱里保住自己的性命，保住自己的家人。贾诩就是这些人的极致。他把求生这件事做到了极致，做到了位极人臣，做到了寿终正寝，也做到了背负千古骂名。他不高尚，不伟大，不光明，却真实。他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乱世里人性最本真的模样。没有那么多的英雄主义，没有那么多的家国情怀，最底层的逻辑永远是活下去。为了活下去，人可以变得很聪明，也可以变得很凉薄，可以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也可以沉默地背负一生。今夜我们聊贾诩，聊他一句话开启的乱世，聊他77年的沉默人生，最终聊的其实是历史的重量与人性的复杂。历史从来不是由一群完美的英雄写成的，它是由无数个有血有肉、有善有恶的普通人在一个个岔路口做出的选择，一点点堆砌出来的。有的选择出于理想，有的选择出于忠义，有的选择出于野心，而有的选择只是出于最朴素的求生本能。贾诩的那一句话就是这样一个出于本能的选择。他很轻，轻到只是唇齿一动的功夫；他也很重，重到压垮了一个王朝，开启了一个时代，让无数人的命运就此改写。千百年后，长安的城墙早已化作尘土，三国的烽烟也早已散尽。当年的是非功过都已经变成了史书上的几行文字，变成了茶余饭后的几段谈资。只有那个站在凉州溃兵之中，神色平静地说出那番话的身影，还留在历史的拐点处，沉默地看着后世的人来来去去，评说不休。而我们终究无法知道，如果那一刻他选择了沉默，历史又会是怎样一副模样。